大家好，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熊四浩担任教育部的副部长，2002年6月至2008年7月，33岁的熊四浩担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网络与信息安全组副处长、处长、副组长。那2001年8月23日，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重新进行组建，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任组长，副组长则包括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李岚清、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吴邦国、中宣部长丁关根以及中国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2008年7月到2013年1月呢，39岁的熊四浩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的副局长。那当时的工信部长是李义忠，那李义忠是赵紫阳提拔的官员，最早齐鲁石化就是赵紫阳担任总理的时候亲自抓的，引进的日本的技术。李义忠就是从齐鲁石化出身的官员啊。2013年1月到2015年4月呢，44岁的熊四浩担任湖南省通信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那湖南的水很深很深呐，这就涉及到了朱镕基和胡锦涛的内斗啊。首先呢，肖捷他是李克强的大秘啊，肖捷后面这个常务副省长陈肇雄，应该就是李克强的人，我没有深入的研究啊。那熊四浩和陈肇雄的经历重合，熊四浩呢，他在湖南挂职2年。担任陈肇雄的下属之后呢，2015年4月呢，他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担任常务副校长。那哈尔滨工业大学属于工信部管理。陈肇雄呢，半年之后呢，2015年10月也从湖南的常务副省长的位置呢调任工信部的副部长。那当时工信部部长苗伟是李克强的中学同学，苗伟和李克强在安徽省合肥市第8中学是同班同学啊。刘岳辉呢是陈肇雄的大秘。那湖南省政府网站公开资料显示，从2012年6月起呢，刘岳辉担任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期间，他的工作职责是为协助常务副省长陈肇雄的工作，分管秘书议处和应急办。而2007年呢，刘岳辉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当时的湖南省的常务副省长正是李克强的大秘肖捷啊，也就是说，刘岳辉是在李克强的大秘肖捷的任期之内升任的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那么是谁要抓李克强的人呢？当时的湖南省纪委书记就是黄建国。黄建国是谁啊？黄建国他在云南省政府工作过，在西双版纳担任过官员。那高层谁有云南的背景啊？不就是金仁庆吗？金仁庆是朱镕基的铁杆马仔。朱镕基的马仔金仁庆在自己1楼的家里阳台上烧书、焚烧图书呢，都能把自己烧死，那还能让自己和江春云和张玉军死在同一天啊！神奇啊！2021年的8月28日啊，那金仁庆提拔了2个马仔，邓小刚和王沪晋。邓小刚这个贪腐分子呢，刚刚提前退休，去了政协啊。邓小刚我之前说过啊，邓小刚现在刚刚57岁，副部级应该是60岁退休呢，还有3年呢，和景君海是一个情况啊。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2024年10月11日上午在北京闭幕，其中邓小刚担任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的驻会副主任，就不是兼任啊，就是肯定副部长就被免掉了，他提前3年退休了，光天被抓也不好说啊。这个我2024年5月21日我就说了，我说邓小刚会不会被抓呀？本来习近平是安排邓小刚接替唐人健的农业部长的位子呢。唐人健现在62岁，本来是3年之后65岁退休的，但是呢，唐人健被温家宝的亲信李希给抓了。邓小刚呢，现在是57岁，3年后刚好是60岁，接替65岁退休的唐人健。那现在唐人健也抓了，邓小刚也提前退休了。邓小刚在西藏的亲信李振呢，已经被温家宝的李希给抓了。2023年9月14日，李振涉嫌严重违法违纪，已经被抓了啊。至于说这个邓小刚他去政协的到底是安全着陆呢，还是调虎离山，这个不好说啊。我5月21号说的啊，现在4个半月了，兑现了。邓小刚提前退休了，以后会不会被抓不好说。我们回到这个熊4号啊，2015年4月到2019年12月呢，46岁的熊4号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常务副书记。那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工信部管的，当时的工信部长正是李克强的中学同学苗伟啊，安徽省合肥市第8中学的同班同学。2019年12月呢，49岁的熊4号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那当时的工信部长还是李克强的同学苗伟啊，但是已经不是苗伟能决定的，那最多只能是推荐帮忙。那副部级是中管干部，需要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啊。那我们已经看了熊4号的仕途经历啊，所以就能得出结论啊，当年2002年到2008年，熊4号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认识的就是当时的副组长、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啊。所以我说正部级35岁定律啊，所有的人都是因为35岁之前认识了总书记。我还没有发现例外的啊，发现例外的我肯定会第一个跟大家说啊，哪个人是例外啊。当年有朱镕基背景的黄建国，云南官员啊，调到了湖南，湖南他就是朱镕基的老家呀。他想抓熊4号的上级陈肇雄，把陈肇雄的大秘刘岳辉给抓了。这是2014年啊，这狼子野心呢。2014年朱镕基就在给习近平终身连任布局了，就已经抓了李克强的大秘肖捷提拔的秘书刘岳辉啊。这朱镕基太坏了，习近平太坏了。那就为了一个终身连任，就为了保住朱镕基女婿梁清的贪腐利益，为了保住习近平的小姨子彭丽娟的贪腐利益啊，祸害了全世界啊。我简单提几句啊，这不展开了讲。武汉 F4，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武汉市长周先旺，祸害了全世界啊。这4个人呢，蒋超良、王晓东、马国强都是朱镕基提拔的，习近平这个派系啊，只有周先旺不是啊。那周先旺他怎么说的呀？他说，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只有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那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啊。那美国之音等媒体认为周先旺试图甩锅给中央政府，甩锅给习近平。那美国之音这个分析对不对呢？首先不仅仅是美国之音这么分析啊，很多媒体都是这么分析的。大家想想，武汉市长周先旺为什么敢甩锅给习近平呢？谁给他的胆子啊？周先旺是李鸿忠提拔的，蒋超良、王晓东、马国强都是朱镕基和习近平从外省调到湖北的官员啊。周先旺他是江泽民派系的，是李鸿忠提拔的，所以他敢站出来隐晦的指责
习近平。这又是一个例子啊！江泽民不可能支持习近平终身连任的。你知道他们的派系之后，很多事情就能理解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就理解了。这些官员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周先旺为什么甩锅给习近平？蒋超良、王晓东、马国强就是习近平的马仔，这当然不敢说习近平的坏话了。港媒报中国富商王健林的小舅子涉嫌两宗海外命案，中国富商王健林的小舅子林友涉嫌卷入了海外两宗命案，两名死者都曾经是林友的妻子。第一个案子发生于2003年，第二个案子发生于2013年。那林友最近呢，因为涉嫌谋杀在中国被捕。林友是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妻子林宁的弟弟。那有网友说，第一反应是要开始搞王家了。我的回复是，哪里有王家，只有习家。王健林是习近平的白手套，这是王健林亲口说的，这是 BBC 的报道啊。我们看大外宣怎么说啊？大外宣这急眼了，大外宣的标题是习近平借此警告红二代。这王健林亲口说的，他是习近平的白手套啊。习近平他警告谁？警告他自己吗？人民日报都不敢这么颠倒黑白是非，这么跪舔习近平啊！最死忠的胞密居然不是人民日报啊！真不知道这习近平给了大外宣多少钱啊？这么天天跪舔习近平啊，还有啥茬看？树倒猢狲散呢？习近平本人应该没事吧？习近平他在任是总书记，退休了是退休的总书记，只要共产党不倒台，总书记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啊。但是习近平的马仔犯下的罪行都要被清算。这套用李鹏的女儿李小琳的话，就是权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那李小琳能厚颜无耻地说，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他是没有任何能力是真的，没有了习近平的权力，王健林、王思聪都要被收拾。那王思聪的舅舅林友的父亲林连章曾经担任南京军区司令，这个资料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是司令还是副司令1996年上半年，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案件至今未破。林友于1996年下半年神秘的离开中国，躲到了瑞典中国银行行长刘金的影片里，我给大家分析过了，万达的董事长王健林亲口说了，万达的资产是习近平的。那现在习近平已经把万达的资产大概一半给了柯立明，大家就抓住这两个事实就行了，就什么都明白了。也就是说，习近平给了柯立明2次钱，一次是上大学的头一年习近平受贿，通过秦刚，通过现在的中国银行行长刘金当时他在工商银行的伦敦代表处把习近平受贿的钱洗钱到了英国，洗钱到了伦敦那当时习近平为了受贿还洗钱还专门注册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就注册在福州的驻京办名字叫做名利商贸，用他老婆彭丽媛和女儿席明泽名字中间的2个字用来受贿，给他前妻柯玲玲洗钱给柯立明送钱就这么点事儿。那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副主席李长官调任民政部的副部长这个人能说的东西应该也不少吧。首先，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那现在是民政部的副部长。那其次呢，广西自治区2018年1月31日上午选举产生了89名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李克强全票当选。到了2022年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2002年4月21日至22日在南宁召开，在广西参选的党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习近平以全票当选20大代表了。一开始是李克强在广西当人大代表，那后来习近平
在广西当党代表，习近平就是这么跟李克强对着干。李长官最早是广西百色的官员啊。邓小平唯一的孙子邓卓棣呢，曾经当过广西百色市苹果县的副县长。邓小平当年也是百色起家的。下支影片再给大家展开讲一下这李长官呢。好的，谢谢大家。